突袭俄无人机储存设施，俄远程打击能力降低。乌军库尔斯克反击，占领俄阵地。火力军辟谣，俄军占据库拉霍沃是假的。乌军扎波罗热防线已准备就绪。海马斯战果加1，精准打击俄第4近卫军的指挥所。希尔斯基回顾2024年战况，设立2025年战略目标，将士兵基础培训时间延长至2个月。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军无人机产量大爆发。乌克兰国防部长11月28日表示，2024年乌军使用的无人机中96.2%都是国产。在过去的1年中，乌克兰无人机的产量大幅增加，开发了各种空中、海上和地面无人机，并用于执行对俄罗斯的侦察、袭击等任务。数量多也就意味着对俄本土的袭击更频繁，加上风暴阴影、ATACMS 导弹以及乌克兰特工小队，俄罗斯全境都处于打击范围。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俄罗斯却与此相反。没办法，本土弹药库不断被炸。乌克兰总参谋部12月28日报告称，乌军袭击了俄本土见证者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大幅度削弱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该地点位于奥缪尔州奥缪尔市，距离乌克兰不过200公里。乌军无人机与导弹都可以执行该任务。不过有消息称，乌军使用了3枚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无人机储存设施，造成9名俄军士兵伤亡。而根据卫星图像显示，俄军于2024年8月开始建设核设施，11月与12月才初步完成，结果刚运行没多久就被乌克兰炸了。根据俄罗斯的计划，在2024年冬季战线难以推进之际，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力度，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见证者无人机。根据 CNN 的估计，在2024年1月至9月，位于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无人机生产设施生产了5760架无人机，这个数字是2023年的2倍。不过，俄罗斯的见证者无人机由于无法大批量采购优质零部件，存在抗干扰能力差、生产速度跟不上的缺点。实际作战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乌俄战场之上，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反击，扎波罗热防线已经建造完成，战场局势或将迎来变化。库尔斯克方向，乌军沿着列昂尼多沃、古耶沃战线，从克列涅沃南部到苏加以南的突出部进行了反击，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在库尔斯克行动的一个乌克兰营报告称，乌军在该地区占领一个未指明的阵地。在小洛克尼亚，乌军还击退了一次俄军排级规模的机械化攻击。朝鲜士兵无法适应现代战场，即使增援库尔斯克，也无法增强俄军战力，反而加剧了俄军的后勤问题。加上语言不通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了朝鲜兵枪扫俄军的情况。乌军趁机发起反攻，扩大乙方阵地。火力军并不会觉得奇怪。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无人机扰乱了俄军的地面通信，俄军不得不从库皮扬斯克北郊撤退到佩特罗帕夫利夫卡附近的阵地。东北部区域，俄军想要在夜晚到达德沃里奇纳，并穿越奥斯基尔河支援库皮扬斯克的俄军，但计划只是计划。乌军清楚奥斯基尔河的重要性，早就在附近部署了防守部队。在库皮扬斯克附近，雨霜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乌军无人机的发挥。俄军近期重启机械化攻势。12月28日，在莱曼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发言人表示，俄军自11月下旬以来首次在该方向进行机械化攻势。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第91独立旅的士兵在克里西伊夫卡附近摧毁了俄军12辆装甲战车。在这次攻势中，俄军动用了3个排的兵力，出动几十辆战车攻击克里西伊夫卡附近的乌军阵地，目的大概是吸引乌军恰索夫亚尔的兵力，结果自己陷进去了。整场战斗大概持续了4个小时，乌军摧毁了俄罗斯6辆 T-72与6辆 BMP-2， 还有1辆坦克受损。红军村方向，俄军继续发起进攻，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红军村方向行动的乌克兰联指挥官表示，俄军想要趁天气没有彻底恶化之前集结兵力发起一次攻势，但被乌军无人机袭击，遭受重大损失，只能被迫放弃。库拉霍沃方向有消息称，俄军已经推进到库拉霍沃的行政边界。说实在的，想的有点多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最近2个月的强化攻击的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库拉霍沃东边的住宅区基本成为废墟，但俄军强攻也就意味着损失扩大。在库拉霍沃方向行动的乌克兰旅发言人称，俄军已经损失了大量的人力与装甲战车，作战能力越来越差。在2024年10月，俄军在库拉霍沃的攻势以机械化为主，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只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使用装甲战车，就算是使用战车，也是充当出租车，将士兵送到前线阵地就跑了。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想彻底占领库拉霍沃难度很大。就当前的战线来看，乌俄双方还在库拉霍沃西边的火力发电厂作战。
如果俄军选择从发电厂正面突破，而乌军分配了足够的人力和物资，那么库拉霍沃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建立的防线已经准备就绪。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米哈尔表示，扎波罗热和附近定居点的防御工事已经100%完成。按照史米哈尔的说法，乌克兰国家预算已经拨款4550万美元，在扎波罗热地区建设358个军事据点，并建立数百公里的龙牙防线。乌军在扎波罗热建造重型防御工事，目的就是为俄军在该地区的潜在攻势做准备。根据当前的战况来看，俄军在扎波罗热发动攻势只是时间问题。2024年11月11日，乌军南方司令部发言人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就表示，俄军开始在扎波罗热的前线阵地部署突击小组，随时都会发起新一轮攻势。泽连斯基在11月25日表示，通过追踪俄军在南部的动向，察觉到了威胁。如果俄军真的要发动攻势，目的只有一个：吸引乌军其他战线的兵力，加快红军村附近的推进速度。不过，乌军在扎波罗热的防线建设完成之后，即使俄军真的进攻该地，乌军就不再需要向扎波罗热派遣兵力。毕竟，从俄军的伤亡来看，攻击规模不会很大。乌军当前驻扎在扎波罗热的士兵，加上已经建好的军事据点与龙牙防线，已经足够了。除此之外，海马斯在扎波罗热取得新战绩。乌克兰情报局报告称，乌军对俄罗斯第4近卫军指挥人员在扎波罗热的驻地进行了海马斯与无人机的联合打击，其中海马斯负责精准打击，消灭了3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无人机则负责打击之后抵达的疏散部队，摧毁了5辆俄罗斯军车。这次行动由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牵头，涉及乌克兰安全局无人机系统部队以及塔夫里亚作战略小组。赫尔松方向，弗拉迪斯拉夫·沃格申表示，乌军成功挫败俄军在第聂伯河三角洲上的攻势，消灭了150名俄军士兵，并摧毁了2辆坦克。从12月26日开始，俄军就加大了对第聂伯河三角洲的攻势，但收获几乎为零，反而损失不断扩大。克里米亚方向，阿泰什游击队观察到，俄军在克里米亚加固萨基空军基地，用于保护苏 -24M 和苏 -30SM。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海军突击航空团就一直部署在该机场。目前，阿泰什游击队已经将该机场的具体数据，包括飞机位置、类型、防空系统等信息，全部移交给乌克兰国防军。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乌俄战场之外，希尔斯基回顾2024年战况，并设定2025年战略目标。希尔斯基召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评估了军队2024年的表现。过去1年中，乌军的表现极为坚韧，即使火力与兵力都不如俄军，依旧对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在2024年，俄军的总伤亡人数超过42万，而截至现在，俄军的总损失在78万人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俄军2024年的损失超过2022年与2023年的损失之和。在2024年，乌克兰还不断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和工业潜力，包括深度打击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无人系统的突破。与2023年相比，乌克兰向军队提供的无人机增加了19倍，摧毁俄罗斯目标的数量增加了3.7倍。进入2025年之后，乌克兰首先要做的就是士兵的基础训练时间延长至2个月。在此之外，乌军士兵训练的时间已经延长过一次，目前是1.5个月，但是很明显不够。虽然计划在进入军事单位后还要额外进行5到14天的训练，只是如果前线的战况过于激烈，这个步骤很可能会被直接跳过。对于士兵而言，时间再次延长绝对属于好消息，训练时间越长，伤亡率就越低。问题来了，乌军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能否掌握战场必备技能？火力军的看法是可以，乌军士兵的基础训练是锻炼体能，无论在哪个国家，这都是必要的。之后则进行专业角色培训，比如步兵、后勤或者通讯，最后则是部队整合，模拟各种战斗场景，这一步也可能在前线进行。当然，如果说最佳训练时间，这肯定是不够的，3到4个月是最理想的。一般来讲，最基础的军事训练需要10周，之后才是专业角色培训与部队整合。不过掌握战场必备技能2个月已经足够了，剩下的就是适应战场了。据韩联社报道，12月29日9时左右，一架韩国济州航空客机在韩国南部全罗南道武安国际机场于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和机场围栏，并发生碰撞起火。据调查，这架飞机是从泰国曼谷来往韩国武安的济州航空器 CAL-16 航班，当时机上共有181人，包括乘客175人和机组人员6人。事故发生后，当地部门出动32台消防车、数架直升机，共约80名消防队员救援现场。但截止目前，已确认事故共造成179人遇难
靠近机尾的一名男空服务员和8名女空服务员幸存。事故原因现初步判断为疑似飞机降落过程中与引擎发生冲撞，导致起落架无法正常放下。随后机组试图以机腹着陆，但偏出跑道并撞上机场围栏，最终爆炸起火损毁。值得一提的是，这架涉事客机为波音 KI-3 客机，而该型客机近些年已成为全球最危险飞机。例如2018年印尼狮子航空610号班机空难，造成机上189人全部遇难，是737机型中伤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亦或是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302号班机空难，一架波音737型机波奈凯起飞6分钟后失联。当时报道称，该客机疑似空中解体，爆成机上157人全部遇难。当然还有更多实例，活力卷就不一一列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那么波音737型机为何会事故频发呢？这就要讲一下该型机的发展史了。波音第一架737型机首秀于1967年，当时该客机独特的架构让其迎来了第一波春。但这一情况在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更新了新型产品后发生了变化。2011年，空客在其 A320 型客机的基础上更新了一个 Neo 版本。Y8 版本凭借着更高的燃油效率，吸引了诸多客户，还包含了当时波音的独家客户，这让波音有了危机感。考虑到新飞机的设计与制造往往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于是波音决定在现有的737型机上安装新式变体引擎，以此提高燃油效率。然而正是这种旧机新改的模式，屡屡让737型机出现各种问题，其口碑也是断崖式下跌。现在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不断蚕食它的市场份额，截止2023年，空客的飞机订单数量骤然涨至2319，远高于波音同期的1314。而在交付数量上，空客早在2018年就已赶超波音。据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发现了一个俄罗斯间谍组织，该组织共计3名成员试图破坏乌克兰的铁路。对此，乌克兰安全局在铁轨周围加装了多个摄像头，并将其伪装成鸟笼，以便及时记录这些间谍的破坏行动，并对其展开抓捕。很快，俄罗斯的间谍开始行动了，而乌克兰的反间谍部门不在其行动前将其精准逮捕。当时该间谍正准备破坏火车的制动梯，一旦破坏完成，随之而来的火车就会脱轨。据乌克兰安全局表示，这名被捕的间谍曾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总局第316情报中心工作。该间谍组织除了他之外，剩余2名间谍目前正躲藏在克里米亚地区。与此同时，意大利外交部和米兰机场的网站受到网络攻击。随后，一个黑客组织自称是该行动的始作俑者。据调查，该组织发动的行动大多都是针对北约和欧盟国家，而此次网络攻击意大利也并非是刻意针对。但有趣的是，据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尼强调，这已经是过去3天内针对外交部的第3次网络攻击，并明确指出这些攻击具有俄罗斯背景。目前，塔亚尼已下令在该部内设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部门，以提高网络安全防护。据路透社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非营利数字系统公司 OCHI 汇集并分析了来自 1.5 万多名前线无人机组人员拍摄的战场视频，这些视频的总时长超过200万小时。目前，乌克兰正在利用这些视频来强化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预计乌军后续的无人机战术将会让俄军更加难以防范。此外，乌克兰国防部还开发了一套名为“复仇者”的系统，用于汇总收集无人机和闭路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据说，该系统平均每周利用 AI 识别工具发现 1.2 万件俄罗斯装备。与此同时，据俄罗斯国防部声明，俄军正在开始使用一种新型反无人机战车来防范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根据公开影片显示，这种战车的底盘采用了拉达尼瓦4×4系列轻型战术车辆，并配备了24根可发射霰弹的枪管，安装在车辆前部开放式中央框架顶部，可通过远程遥控操作。至于这种武器如何瞄准，目前还不太清楚。随后是车辆后部的手动支架，并排安装有6支 AK 步枪，用来瞄准的辅助工具似乎是一个大型开放式十字准星式瞄准器。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款新型战车还可以使用热警及使用诱饵弹或干扰弹等热源对抗措施来干扰敌方无人机的光学设备。发射装置位于战车前部。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如果乌克兰仍坚持终止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过境协议，那么斯洛伐克计划对乌克兰实施必要的报复行为，不限于断供乌克兰所需的电力。按照斯洛伐克方面的说法，终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将会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这在削弱欧洲经济的同时，也波及到了斯洛伐克。据该国总理菲科表示，仅在2025至2026年期间，停止通过乌克兰领土的燃料供应，就将会使欧盟损失1200亿欧元。而乌克兰的回应则是，只要后续有不是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仍可正常使用乌克兰境内的天然气管道。与此同时，乌克兰和波兰还在努力建立一个东欧天然气枢纽，其中乌克兰能源部副部长更是指出，乌克兰地下储气设施和波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可能会成为取代俄罗斯路线的新燃料供应模式的基础。当然，在乌克兰终止境内天然气运输协议后，俄罗斯的经济也将遭受进一步打击。在乌俄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共有5条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路线，且提供了欧盟1/3以上的天然气，但未来将只剩下1条。即土耳其所占份额也将缩小到10%以下。据24媒体报道，12月26日，以色列再次对胡塞武装发起空袭，萨那各地区都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据悉，以军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是萨那的胡塞武装机场，先后有数十架战机向其发射了导弹。目前，萨那机场已遭受严重破坏，跑道和控制塔等关键设施都被击毁。此外，胡塞武装用来储存飞机的库房也被导弹击中。经初步估计，该组织为数不多的 F5战斗机也被击毁。除了萨那的机场外，当地的发电站也再度遇袭，导致胡塞武装的控制区又一次陷入大停电。与此同时，以军战机还空袭了荷台达港的剩余设施，清扫了胡塞武装留下的船只。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10天不到的时间内，以色列第2次发动大规模空袭。早在12月18日前后，以军的14架战机就刚刚重挫了胡塞武装。当时除荷台达港外，拉斯伊萨和萨利夫的港口也被以军重击，现在还没恢复元气，就又遭受了导弹。更为关键的是，在军事基地内坐镇指挥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言，这只是以军新行动的开始，这意味着接下来以色列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即便是在打仗，以色列也成功向斯洛伐克推销了他们防空系统的拳头产品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据悉，斯洛伐克将以 5.6 亿欧元的价格向以色列购买6套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这项军售被以色列国防部称为两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事交易。而斯洛伐克也成了继德国购买剑式防空、芬兰购买大卫投石索防空导弹后，第3个选择以色列防空系统的欧洲国家。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斯洛伐克选择了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的呢？一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和斯洛伐克有着深度合作的基础。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扎米尔称，在过去10年里，斯洛伐克购买了多种以色列武器，如在2020年购买了拉斐尔公司的长钉 LR2 反坦克导弹，又或是2021年购买以色列航天工业旗下航天电子部门 ELTA 所生产的雷达等。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巴拉克 MX 防空系统性能优越，可以防御包括战术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威胁。据公开资料显示，巴拉克8是一款为配合 ELM2248MF STAR 固态主动相控阵系统而开发的区域防空导弹，其有陆基和舰载变体，旨在摧毁包括战机、直升机、无人机、导弹在内的空中威胁。该导弹长约 4.5 米，弹体直径 0.225 米，助推器级直径 0.54 米，翼展 0.94 米，重275公斤，包括一个60公斤的弹头，最大速度为3马赫。射程根据搭配发动机个数的不同，有不同的作战范围。如搭配单节火箭的 MRSAM 版本和 LRSAM 版本，射程分别在 0.5 到70公里和 0.5 到100公里；搭配2节火箭的 ER 版本，射程在 0.5 到150公里。结合 MF-STAR 杰出的多目标同时追踪能力，与巴拉克8主动雷达制导的射后布里能力，能让舰艇同时间打击多个来自不同方位、高度的空中目标。陆基版本其8连装的导弹发射器安装在军用卡车底盘上，可以在不到20秒的时间内发射，配合射控指挥车、机动雷达车，同样可以在饱和攻击期间攻击多个目标。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2025年的目标是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